迎收看关键时刻。这一周全球都相当担心 AI 到底会不会泡沫化呢？但是今天的辉达财报出来之后，它直接把泡沫直接吹散了。为什么说吹散？因为这次财报好的不得了。你看到《华尔街日报》，它直接形容这是辉达利润的飙升，它是直接炸裂出来了。而随着辉达的这个利润飙升之外，现在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来说，他也要搞一个大的。什么叫搞一个大的？他搞一个创世纪计划。什么叫创世纪计划？他说这个计划它媲美跟月球登月一样的事情，它媲美跟曼哈顿计划一模一样的事情，它要把全世界国家都绑在一起。所以你看到沙烏地阿拉伯，他直接喊出我投资了1兆，他最后拿到7万张的晶片，甚至 F-35通通都卖给他了。所以世忠，我们这几天一直在看不对啊 ，AI 的泡沫要破了，要破了，要破了。就没有，今天财报出来之后，大家吓傻，喷得高了。结果同时，川普直接讲，我搞一个更大的。过去是石油美元，现在是什么？未来美国的竞争力就在 AI 上面，就是美国的霸权了。对，没错，很多人都说啊，这个 AI 泡沫要来啦，很多公司的股价也跌得稀里哗啦，对不对？但是呢，川普做了一个动作，还有辉达的这个财报告诉你说 ，AI 还没有死。而且 AI 的好戏才刚要开始，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今天当然是这个辉达的财报，我们等一下说，它这个财报真的是好到让大家无法想象。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AI 目前为止已经变成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对，这几天的时候，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萨尔曼到这个美国去访问，但美国访问的时候，他获得了什么？他跟美国要什么？你的晶片 AI 晶片可不可以卖给我啊？对不对？那你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所谓飞机可以卖给我啊？好，所以等一下美国现在用2个武器，一个是你要发展科技，我 AI 晶片可以卖给你；你要发展国家安全，我武器可以卖给你。它等于是用什么 AI 跟军事能力绑定各国。你看它已经绑住了沙烏地阿拉伯。我在讲前一阵子他不是到韩国来吗？到日本来，哪一个国家不是这样？到英国去不是也是这样？我给你晶片，然后你买我的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你来我们美国投资，这样对不对？那他这次跟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投资美国1兆美金，对，要投资美国的基础建设，投资美国一大堆东西，双方这样严格的这样绑定在一起。好，那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字就浮出来，叫 AI。那 AI 来说啊，那我怎么推动呢？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呢，这个 Bloomberg 有一个这个报道，他说呢，川普准备计划要启动一个叫做创世纪计划，创世纪计划要发展美国的 AI。那你知道创世纪是什么？好像这个上帝打这个所谓创造人间、创造天地这样感觉。对 ，AI 就是这样子一个上帝的这个角色。好，那叫 Genesis 的这个 mission， 好，就是创世纪计划。那为什么？因为这个计划一旦启动下去之后，美国变成是全世界 AI 的这个霸权的时候，全世界各国，你要 AI 就加入我，那你要军事就加入我，我们互相绑定，这样子的同盟关系更加的紧密。对，因为不是只有卖你军事，我还卖你经济，卖你未来的发展，然后你也投资我，两个这样完全的紧密绑在一起。你说沙烏地阿拉伯有可能会被中国拉走？当然不可能，我们现在2个根本这样靠在一起，我们是这样绑着的。对，不是绑在，是完全抱在一起，抱在一起的。你中有我，你中有你的这样一个状况，两个完全绑在一起，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它靠的就是 AI 的创世纪计划。而且，石头，今天大家一直在讲。今天 AI 泡沫到底有没有破？没有破，反而被吹散了。对，今天辉达财报出来之后，今天一早清晨的时候，大家吓傻了。对，没错，也太会赚了吧？对，好，我们事实上这个全村的希望，或是全世界的希望，就在辉达的身上。那辉达呢，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公布这个财报。好，公布财报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样公布财报的怎样数字呢？原本分析是说他上一季的营收大概是552亿，就没想到他是570亿，年增率62%。对，这么大公司年增率62%，然后原本要赚的钱呢，原本市场预估是1.25美金，就没想到是1.3美金，然后他赚的钱是319亿，高达也是年成长率65%。所以你看，这么大一个公司，年成长营收62%，获利成长65%。然后另外，那你对下一季的展望是怎么样啊？原本市场预估是610亿左右，就他说650亿，他喊到650亿了，对，哇，都比预期要好很多。然后毛利率也是73.4%，都认为说都是完全是打败市场的预期，或是跟市场预期差不多。所以等一下，它股价就出现一个大涨的这个局面，然后连带台股今天也创下今年第2大的这个涨幅的一个数字。好，那我就讲，那当然很多的记者就问他说，那 Jensen 啊，请问你啊，这个 AI 会不会有泡沫？
他说关于 AI 泡沫的说法很多，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情况截然不同，就是不会有对泡沫了。他说什么？我们跟这个所谓 AI 相关的这个 GPU 啊，他说我们的 GPU 啊，不好意思，已经全部卖光光了。然后他还说呢，他们的财务长还说，2025年、2026年2年，我们的这个所谓 Blackwell 的晶片可以卖到5000亿美金。所以人家一讲，大家完全吓傻。那你想说，那你怎么有可能卖那么多钱呢？我刚才不是就说吗？今天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美国准备要批准在中东卖这个 AI 晶片的这个协议的。对，好，那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讲吗？沙特阿拉伯的王储都到美国来求你给我晶片嘛，所以他准备要放行一个叫做 Human 是沙特阿拉伯的国营企业。好，那另外是阿布达比的这个国有企业叫 G42。对，所以就2家公司，它个别要给他们大概3.5万。这个左右的这个晶片，所以2家各有3.5万给你们的额度，然后这就是数十亿美金。数十亿美金来说，这个对什么？对辉达很补啊！而且不是只有辉达能拿到 ，AMD 也可以拿到，高通也可以拿到。反正你只要是美国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出到这个出到这个中东去。所以那中东就变成是非常的开心嘛，哈！所以我就说因为这2个这个国家来说，拿到这么多的这个晶片之后，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马上。伊隆马斯克就说：“我要去你那边设立这个资料中心。”对，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晶片，没办法在那边设立嘛。对，微软不是也说到这个阿布达比去设吗？你有给晶片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在那边设，2个国家就会设所谓资料中心。未来呢，我们讲产出的所有的资料就会变成是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这2个国家最重要的新的石油。你看，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说。川普盛情的款待沙特阿拉伯王储，那聚焦外交跟投资啊，哈。那事实上，赵文道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们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川普用什么马队编队飞行了6架战斗机，还有1支海军陆战队，还有手持礼仪礼仪旗帜的这个欢迎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来到白宫，然后他们还有晚宴。对，晚宴来说的话，他们还这个有高歌啊，有这个男高音来唱歌，然后还有一个演诵所谓圣母颂，还有披头士的 Let It Be 这样啊，跪起然后跪起，让那鬼的这样的状况。好，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这个晚宴。那你看晚宴里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很高哎。对，这个晚宴是什么呢？晚宴来说，因为我知道说，王储你要发展未来的科技，对，所以川普刻意的把现在 AI 的巨头全部都叫去了。你看，这是王储，好，那这是这个川普，他就介绍说，这个是 Jason 啊 ，Jason 在这边啊，然后这个是什么？伊隆马斯克，马斯克也来了，对 AI 最重要的，那还邀请非常多人啊，包括说什么，还有库克也去了啊。然后甲骨文创办人这个 Larryson 的儿子小艾里森，他现在是管这个媒体的，他也去了。然后还有包括说像很多公司避险的大佬艾克曼，然后还有包括说人工这个白宫这个所谓加密货币跟人工智慧的这个主管叫萨克斯也去了。然后 OpenAI 的这个创办人兼这个目前为止的总裁这个布罗克曼也去了。那你看这整个大家都去，所以就是说他展示给你，而且你看到这很厉害，你看到他进去的时候。他竟然摸了马斯克的肚子，没错，他们破冰了。大家最有意思的是这个画面，就是他进来的时候呢，摸这个伊隆马斯克的肚子，这样拍他一下他的肚子，对。那为什么这样？这其实是一个很亲密的动作。对，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伊隆马斯克就是跟川普2个有这个言语上的不对每天都在吵架。但是现在呢？这个伊隆马斯克他知道，我还是要乖乖听我们川大大的说法，所以你看，他目前为止来说，他们2个就有破冰。那你因为破冰之后，你知道晚上的时候，那个特斯拉股价就涨，因为为什么？一拍就涨。当然，因为大家就说，特斯拉终于跟这个川普2个这个兵系前嫌尽释嘛，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话，你看。因为他知道川普要什么，所以伊隆马斯克隔一天他就跟我们的这个黄仁勋一起出席，他就说：“我们 XAI 跟辉达要在沙特阿拉伯建一个巨型的这个资料中心，就这样，所以就开始，你看，马上他就去沙特阿拉伯投资啦。哈，那这个晚宴上面来说，除了这个 AI 灌溉云集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引人注意，那就是世界足球巨星 C 罗。有 C 罗，对，你看 C 罗也去了。那你看跟他拍了一个，除了他老婆之外，你看卢特尼克啦，还有伊隆马斯克，很多高官，还有这个所谓 OpenAI 的这个共同执行长，一大堆人这个很多高官都跟他拍。但想那 C 罗是什么角色？简单。C 罗他其实是沙特阿拉伯王储旗下的一支沙特阿拉伯足球队的最重要的球星嘛，所以他等于是这一次他也代表着沙特阿拉伯来见川普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他跟川普很好，那川普也发了很多照片说我跟 C 罗见面相见欢的一个状况，这样一个情形。好，所以这就等于是你看
两个国家互相展示。这个王储展示说，你看我钱多到可以叫 C 罗来当我的球星，然后美国就把这个所有的 AI 展示给你看。好，那我就跟他讲，美国为了要拉拢这个所谓这个中东这一些国家，真的是用尽心思。你知道这是什么？川普，然后这是萨尔曼，你看他们还故意这样子的吗？手是这样握的，为什么这样？记者就问他说：“那他是不是杀了这个哈少奇？你为什么还要跟他握手？”他说：“我认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等于就是完全就帮这个萨尔曼讲话。所以等于是他就这样，他就说，你看他后来说什么？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面始终站在同一个阵线。同一个阵线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拜登指引你的事情，我魔力给你管了，就这样。那你想换到什么？”第一个，萨尔曼就说，原本呢，这个川普当初去中东访问的时候，萨尔曼也接待他。对，萨尔曼就说啊啦，我们投资你美国6000亿美金啦，好。但是这次呢，萨尔曼来到来到白宫之后，他马上就加码到1兆美金，从6000亿到1兆，爽死了。对，然后他说什么？我要包括我要帮你买什么很多，包括制造工厂啦、半导体厂啦、超大规模的资料中心啦、核电厂啦，还有国防工业的这个生产线都完全帮你弄了哈。然后他又说，每100万的这个美元的资本支出可以带来0.3到0.6的工作机会，然后6000亿可以带来18万个工作机会，但是最终规模1兆之后可以帮美国带来60万个工作机会，所以等于看，萨尔曼投资了1兆美金在美国。所以我们就说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他的心会到哪里去？会到美国来了嘛，对不对？好，那美国给他什么回馈呢？2个回馈，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了，马上就是你要这个 AI 晶片，我马上给你，对，马上就有7万片我给你，对，好，所以你看沙特阿拉伯已经拥有这个 AI 的发展权。那你说沙特阿拉伯要 AI 晶片干什么？因为很简单，他想要发展阿拉伯语言的 ChatGPT。如果他能够发展出阿拉伯语的 ChatGPT 的话，所有阿拉伯人都要用，它不会变成是控制所有阿拉伯人入口网站的国家，所以他当然一定有这个野心。好，所以他拿到了他最要紧的 AI 晶片之后，还拿到第2个东西，就是武器。对，那他要买什么武器？那现在中东啊最强的国家叫以色列，那以色列有一个武器叫做 F-35，过去是美国卖给他，他就说那我也要 F-35啊。那就问题是，你知道之前美国都不愿意卖给沙特阿拉伯 F-35，因为他觉得说你跟这个中国有一点这个眉来眼去，所以我不愿意。结果没想好，他现在就正式把 F-35说我卖给你。好，那这卖给你有什么意义呢？你知道？在沙特阿拉伯就被美国列为叫做主要非北约的盟国，叫做 MNNA 的这个国家。好，那什么意思呢？你看，目前为止只有18个国家，你不是北约，但是你是我的盟国了，里面包括说像以色列、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好，那这几个国家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都可以拿到 几乎可以，如果你要的话，我们可以买给你 F-35。那尤其是这些国家可以做到，你看优先采购关键的防务，就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哈。然后参与新一代武器系统的联合开发，好，你看美国就有跟这个日本在联合开发，然后取得部分敏感的技术的资料，然后有机会在测试评估阶段使用美国的军事的这个装备，所以你看他就买了24架 F-35，然后一共整个项目来说超过150亿美金，24架150亿美金，这样川普就把它拿到了。这个真的是对于什么？对于这个所谓的沙烏地阿拉伯的时候，这是很大的礼物。当然了，结果川普他特别是在晚宴上面讲，是我要宣布一件事情，对，你现在已经是我们主要非北约的盟国了。没错，好，那我就跟你讲，起来了。好，那我跟你讲，因为在中东里面来说，美国最要好的就是以色列。对，现在你这个所谓的这个沙特阿拉伯跟美国是一样，所以他跟以色列是平起平坐。这样的话，这当然他觉得说，不一样喽。我现在也变成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啦，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知道，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萨尔曼啊，未来他真的接国王的话，你看这个不是水到渠成。我把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国力提升成这个样子。第二个，他还买什么？他准备要买300架的这个搭配这个平右装甲跟新一代火控系统的 M1A2 的这个主坦克。所以你未来就会跟美国，你看在科技、在经济上面，甚至在整个军武上面，完全都跟美国绑在一起。中东最大的国家会这样做，其他国家是不是都这样做？所以他等于是用这样子把沙特阿拉伯紧紧的绑在一起。好，那紧紧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 AI 嘛。好，所以你看川普就准备要在下周一正式提出这个 Genesis 的这个 Mission 的这个计划，叫做创世纪计划。那这个创世纪计划，他们定位是什么？你看他说定位跟曼哈顿计划，还有太空计划。他们竞赛同等级的国家级的战略行动，跟核弹是有关，对，跟登月有关的。我就讲这是什么意思呢？
曼哈顿计划就是为了二战的时候，为了要跟德国拼这个所谓做这个核弹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做出原子弹之后，结束的二战也是因为他投掷了2颗原子弹的关系嘛，所以曼哈顿计划是结束2次大战。那太空竞赛是什么意思呢？是跟美苏他们在太空竞赛谁先这个发射卫星，谁先登月球，这样，这个太空计划，这个是国跟国之间的。然后他就说，我们这个创世计划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计划，所以你看这么重要的计划，他就说什么？他就说啊，我们现在要这个，他叫加大这个 AI 这个新兴 AI 的这个技术投资，所以他说他叫能源部，能源部你要投资一个叫自动化云端计算的。这个运算的研究室，然后要涵盖到工程、材料科学等多领域，还要扩大这个实验室的 AI 研究人才跟人才的培育。他会把这个法案纳入这个国防授权法。如果我们不再这样做的话，美国在 AI 的竞赛中会被轻易的赶超。所以等于是说，他要把这个纳入这个法案里面。好，那除了他要纳入法案之后呢，国会还有另外一个法案，也在国防授权法里面，它叫做 Game AI。这 Game AI 就是说呢，我要把这个确保什么，美国人能够拿到所有的 AI 晶片。那这里面来说的话，已经获得微软啊，还有这个亚马逊啊，还有 Anthropic 的公司的全部都愿意支持。所以我来说，美国最恐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全国一心要搞这个，当然要有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完成这一切嘛。那这个人就是叫黄仁勋。正好，如果你仔细看啊，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川普呢，他在这个沙特阿拉伯论坛上面，他演讲嘛，他在演讲会里面他就讲了。Jason， 你在哪里啊？他讲了好几次，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他现在最受欢迎，这个川普欢迎的人物就是 Jason 啦啊！他每一次去哪里一定都带着 Jason， 每一次什么会议都，你看 APEC 是不是带着他？对，去英国访问也带着他，对，去沙特阿拉伯访问也带着他。这一次沙特阿拉伯来，他也叫他来。好，那尤其是你知道吗？他还甚至在这个推他的出手权上面连发黄仁勋说的话，他说什么？然后黄仁勋说，因为你看黄仁勋Jason Huang，对 ，We are manufacturing in America because of President Trump， 就是说我们在美国制造是因为川普总统。好，另外一个，我们不是说吗？他把这个在美国生产的 Blackwell 晶片这一块带到白宫去吗？他说黄仁勋的 Jason Huang 啊，如我所承诺 ，Blackwell 晶片已经开始生产 ，AI 在美国发明，在美国制造，为美国也为全世界而打造。好，第2篇，对，然后第3篇。Jason Huang，这是川普的出手球，这不是黄仁勋的出手球。他说，你看，又是黄仁勋。他不到1年的时间，我们就在美国制造最先进的 AI 晶片，这一切都起源于川普总统希望让美国的工业再起，他的关税政策正是促成这件事的关键推动力。所以他连发3个，对，他用什么？用 Jason Huang 来称赞自己，对，说我最棒了，对，没错。好，所以我就讲，事实上现在我觉得这就是美国厉害的地方。美国喜欢英雄，我想在美国政治人物来说，现在最强的英雄是谁？就是川普。现在商业界最强的是谁？黄仁勋，就是黄仁勋嘛。你看美国队是黄仁勋哦，这个世界的 AI 霸主，加上美国权力的霸主，他们就这样要搞。你看说2个人已经变成什么国际舞台的伙伴，所以我才说现在你看他们用黄仁勋当成是一个武器，对，反正你要获得晶片，Jason 你要不要给他们晶片啊？就这样就处理完了。好。所以说，你看，沙特阿拉伯、英国、中国在内的话，都是你看，美国跟中国谈判的时候，是不是有谈到 Jason 你的晶片？对，就这样。好，所以我跟你讲，还有怎么样？这个川普也用这样的方法结束国家出售，这个就结束冲突。譬如说，你看亚美尼亚，还有亚塞拜然2个国家不是要打仗吗？打仗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调停啊，就这时候这个川普就去了。川普用什么调停？说啊，不要打了啦，再打的话，你们以后 AI 晶片我就不卖给你们。就听说这样子，他们2个国家就愿意戛然而止，把这个停战了，他就停战了。对，所以我就说，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所以才告诉你嘛，现在 Jason Huang 已经变成是川普最重要的国际舞台的伙伴，因为这个 AI 晶片未来的使用权变成是你这个国家能不能有新科技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宇轩，我们今天特别讲到，今天因为辉达财报出来之后，大家都说，你这个 AI 泡沫已经被吹散，不仅美国股市涨，台股也都涨了。就涨了之后，我们发现一只 Google 下面的 Alphabet，也涨了非常多。那说为什么？原来都跟 Google 的 Gemini 的3，太厉害了。
它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对，没有错。我们昨天美股呢，除了说我们讲黄仁勋哦，把整个我们讲全村最弱希望带起来之外，突然发现呢，有一个小朋友异军突起，登大郎。这个人是谁 ？Gemini 3。原本从头到尾 Google 的这种 AI 呢，已经被 OpenAI 压在地上磨蹭，打了老半天。结果当这个3一出炉的时候，大家发现代志大条，完全无赶快。首先看奇雄奇灾，你直接看昨天 Google 的股价呢，瞬间呢应声了，我们讲的涨了非常大涨，涨到6.9%。对，这在美股上，你要讲 Google 市值有多大哦，瞬间旱地拔葱拉到6.9%，代表一定不简单。为什么？来，你首先看这个是 Gemini 2.5的一个版本，你问他呢，我请帮我制作一个球体哈，他大概做出来的球，沙滩排球是长这样。对，你心里想说这什么东西？你是在开我玩笑吗？你是 AI 在戏弄我吗？结果来到了 Gemini 3的时候，如此的光滑，如此的立体。栩栩如生，等于是他把所有的比例都纳进去。那你说宇轩这是一颗球而已啊 ？No， 我跟你讲，它可以做什么？第一个，它可以做原子 ，OK， 再来它可以做地球，再来它可以做太阳，它可以做黑洞，它还可以做宇宙，它还做银河系，它什么都能做，而且是真的是等比例，它会在旁边模拟它的所谓的物理的向量、物理的量态，把所有的画面完整的呈现。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因为它的怎么讲结构跟原本传统的 AI 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看到的是一只兔子，对不对？它可以把兔子用这种元素像素的方式完全的组合分解。为什么要用组合分解？因为你如果今天只是一个图片搭上去，他会觉得这是一张图片。但对他来讲呢，等于说这个 AI 它能够理解到说，一只兔子它的组成，比如说它的腿部、它的肌肉纹理线条，它是一个把它堆叠起来。知道？我就带你看一个超酷炫的，来哦。你先看这个网站，我带你看。这个网站很酷它很像是一个安全帽网站。所以你看到一个长得很帅的那个男生他就开始创立说自己的安全帽网站，然后开始在秀。来，你看然后哇，很漂亮对不对？这都是网页往下滑，然后各式各样的介绍、型录，然后呢款式，然后很像我们讲橱窗栏位一样。最后面呢，他还会跟你连结说我们有这些安全帽，看你想要哪一个，而且戴上去呢非常的时尚。来，你觉得像这样的网站通常要花多久时间我们才可以建构完成？要做很久，这很精致对啊，我跟你讲，大概1分钟，就1分钟，他就可以把所有的 coding 跑出来了。对，1分钟。1分钟对，因为它算力太强了，所以你知道吗？你等于输入进去之后，它1分钟就可以把网页 print 出来，而且这不是额外架构的是你在预览画面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功能叫预览功能，也就是说，当你今天跟它要求的时候，它会把程式码，我自己试用过了，大概40秒到50秒，大概做500个 token， 就啪500行，这50秒跑出来，然后呢，啪旁边就跳一个预览，它瞬间就把你要的东西呈现给你看。我就问，那我这个其他 AI 怎么拼？那你知道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吗？因为它跟别的 AI 不一样。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是用 ChatGPT， 对不对？你今天要生成一个图片，不好意思，它是用外挂的。对。比如说，他去外面找外包厂商去帮你处理。你刚才讲说，请你今天呢帮我做一些影像，他去外包处理。但 Gemini 它是原生的，也就是说，它所有的东西都是整合在一起，刚好都还在伺服器里面一同运算，完全不用外挂。所以它等于是全方面升级。来，我再给你看这个，来，赵好，你看到这个看起来很好玩的游戏，对不对？很酷炫嘛，那什么2026，对不对？什么 FIFA 2026之类的。我跟你讲不好意思这个游戏也是 Gemini 做的。真的假的？对，也是你输入进去，大概它跑个我们讲1分钟、2分钟。这种游戏，对啊，现在它可以直接做出来， 5分钟以内，5分钟就可以帮我做出一款这一种游戏。对，5分钟以内，它把程式码帮你生的好好的，你只要用它相对应配套的网站以及呢 App 的制作程式就可以弄。所以我跟你讲Gemini 现在可以做什么？它可以做网页网页就是说你看到的民宿网页，它全部可以帮你做。那它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 App。它可以随时你想要任何的 app 呢，它也可以帮你设计，它也可以做游戏，它也可以做动画，它也可以做呢模拟力学。我看到很多网络上的网友在做什么吗？麻将游戏，台湾人最爱打麻将这边胡啦，这边用麻将，那还有人用什么你知道吗？用什么流体动力力学？他们讲他们在写什么我都看不懂。他说什么飞机的引擎如何的涡轮旋转，调它的什么转速，全部都做出来，都1分钟。都1分钟，太神奇了吧！所以我跟你讲，这是 game changer。因为以前的 OpenAI 它的重点放在哪里，你知道吗？其实 OpenAI 跟 Gemini 它有个最大的差别。OpenAI 提供的叫做情绪价值，对，就它很温柔，然后会跟你瞎掰，会跟你说谎，可以跟你谈恋爱。但是 Gemini 不是 ，Gemini 就是一个理工男。他就你问他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他就专门做的工作，实打实的那一种。对，他都不跟你啰嗦，也不跟你废话，可以就可以。来，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这像谁不是理工男像钢铁人。东尼史塔克。对，东尼史塔克，你看到他旁边的行星这样放大、缩小、
哦，缩小有没有看到？随着他的手哦，因为他有这个 sensor 之后，来，你看他手往上滑，往上滑，他在滑什么？他在滑旁边的这个栏位，他在观察说，哦，我可能我的这个程式码写的是怎么样，我的这个文字怎么样，然后我呈现的输出是怎么样。所以你知道吗？他利用 Gemini 也可以打造出一个 Tony Stark 的这个显示器。那我想，我们看了这么多案例哦，你直接看数值你就知道，这是 Arc HI2。Arc HI2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距离要把人类给打败。对人类的工作有产生威胁的这种推理能力啊，是作为它的一个 maxima 的极限值。你看哦，这是以前传统的 AI，对，就这样跑。然后你看哦 ，ChatGPT 5在这边哦，然后 Cloudy 在这边哦，然后那个 Elon Musk 我们讲哦，什么 Grok 都在那边，XAI 都在这边哦，全部都在这边哦，对不对？就我不好意思哦，这是 Gemini 3 Pro， 就是它新的版本，对，但是这是 Gemini 3 Thinker， 然后呢 Preview 就是预览版，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差距？这个差距，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车尾灯都没办法看到的。对，所以代表说他们这一次真的是突破了我们讲相关的极限，包括从它的推理能力、跟它的整合运算能力，以及它的视觉程式能力，还有最厉害是什么？它辨识能力。因为很多人试的就是说，以前你是不是丢一张图片说，请帮我把我的额头这个黑点修掉，然后呢 ，OpenAI 呢就把你额头呢弄得感觉哦面目全非。比如说本来丢张宇轩进去哦，就跑出来变张兆和，大概有这种奇怪的现象。怎么会是这样？应该是杨凡吧？是啊，对，这个有中，这个好笑。然后你知道吗？结果说他现在跟你讲说不对，视觉辨识 Gemini 现在变得非常优秀，所以你知道 Google 现在哦，整个我们讲水涨船高之外，台湾也因此大发利市。对。即将呢，他们在承德路40那边哈，你不要全部都看 NVIDIA 说哦降落 ，NVIDIA 总部要降落 ，Google 也要降落了，Google 也要降落，然后它也降落在哪里？40的这个承德路这边，也是一个相关的研发中心。那对来的，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把研发的期程跟供应链完整的配合，这个东西能够缩短再缩短。所以不管你说是 NVIDIA GPU 啊，或者是呢 Google 的 TPU， 对于台湾来讲呢，都是一个大利多。而且甚至最近呢，他们更狂的是在哪里啊？他们把波士顿动力的这种我们讲首席技术长 Alan。特别找他们这边，所以代表一件事情：线上称霸他们还不够，他们要干嘛？线上线下同步制霸。你说他要开始玩机器人这里了？对，他要把我们讲线上的东西，你想想看，刚刚看到那么可怕的，他如果变成实体，变成一个机器人，每天在你家里面，然后帮你那边弄东弄西，限时即杀即用，我讲世界真的会改变。而且原本大家以为说可能要等到3到5年，在我看来哦 ，Google 这样的推进哦，已经把时程足足的迈进就在近在眼前。国正，我如果今天真的 AI 这样子玩下去的话，那这样子，坦白讲，美国今天要搞这个创世纪计划之后，它最大敌人一定是中国，所以他们现在什么，把中国完全是把它封锁死死的。结果不要忘记哦，爱泼斯坦的这个案件，这案件我们昨天才讲到说，它跟这个哈佛的前校长是有关系，跟他这个所谓的中国是有关系。结果你说这个中国事情一挖下去，不得了了，现在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丑闻。这是跟中国的国安案件了。对，没想到美国重要官员，甚至决定美国重要政策的人，竟然涉入了爱普斯坦案。但是涉入这场案子的案外，竟然发现说，竟然美国这样重要的所谓的经济学家或决策官员，竟然被中共给渗透了，而且卷入另外一个性关系的丑闻里面，哇，真的是不可置信。而且对美国的 AI 恐怕会影响这个哈佛前校长，就是萨默斯这一次被卷入说他其实也是爱普斯坦案的客户。那他有多重要，你知道吗？他是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哈佛的校长、经济学家，甚至他也是 OpenAI 的董事。最重要就是这个，这是他过去很辉煌，他现在是 OpenAI 的董事，等于是川普要靠 AI 去打败中国，结果你里面有一个跟中国这么要好的人，甚至已经被中国渗透跟控制的人。真的假的？那我们回来讲说，为什么他会变成 OpenAI 的董事？因为他是美国经济学家、哈佛校长，他对华尔街的政策跟科技政策具重大的影响力。例如，他放松了很多关金融商品的监管，所以华尔街也是非常倚重这个人。结果他是在哪一年当成 OpenAI 的董事？你知道吗？是2023年，那时候 OpenAI 发生政变 ，Sam Altman 一度被解职，因为那时候他想要做一件事情，是把 OpenAI 改成是一个营利组织。对。可是很多董事会的成员认为，AI 这个会影响到人类未来安全，所以一定要当成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结果是奥特曼还是不愿意，所以发生政变之后，萨默斯竟然在政变之后进来支持奥特曼。奥特曼变成一个5000亿美金，甚至在发展永动机上面，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还上个月还参与了说把那个
那个 OpenAI 变成盈利式组织，所以整个美国的 AI 政策其实跟这个非常有关系。结果现在可怕的是，他不是爱普斯坦的客户而已，而是在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女的是谁？她是43岁金科宇，她在2000年到2009年的时候在哈佛念书，那时候校长是谁？就是萨默斯。对，然后他很年轻哦，在25岁的时候就取得博士的学位。那到25岁已经是伦敦政经学院的终身教授，非常优秀的一个中国的女经济学家。她的爸爸是谁？她的爸爸就是中国的亚投行的行长，对，金立群。亚投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就是习近平在推动“一带一路”的时候。它需要除了“一带一路”各个国家之外，它还需要一个所谓的融资平台。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推动的时候，金立群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要希望世界各国能够加入。所以创始国慢慢的一个加入到57个。那推动的过程中，萨默斯竟然在开始推动一些政策，甚至意图影响美国的政策是，中国跟美国应该要融合一起，应该共同合作，所以他在美国被定。他直接讲说中美经济非零和游戏，结果推“一带一路”就是你晕船金科宇的爸爸推的，结果你就变成这样子，开始帮中国说好话，所以它变成是一个什么？坚定希望美国跟中国携手合作，甚至经济融合在一起的重要经济学家。所以他那时候就怎样？美国让中国不能加入 TPP， 那中国就是因此创立了所谓的亚投行，那他就觉得很生气。美国觉得他就骂出美国说，坚持不加入亚投行，其实萨默斯就说国家不作为，你为什么要跟中国对立干？你应该跟中国携手合作，然后甚至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一起来推动“一带一路”。他竟然发表这样的言论。好，有趣的地方是什么？爱普斯坦的文件被公布之后，竟然看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2018年12月，就他讲完这些话，甚至在推动这些事情的时候，金科宇竟然写了一封信，说感谢他对我父亲的支持。他证明了一个事情。萨默斯真的在公开场合或者是在各个场合支持他的爸爸金立群，然后萨默斯把这一封信转给爱泼斯坦，你知道吗？而且再来是，他还说，其实我干了什么事情？萨默斯把信转给爱泼斯坦，他跟他说：“其实我奉承了他爸爸，而且我还对中国官员也奉承了他们。代表什么？我公开的为一个女生去奉承中国官员，也奉承中国的政策。”国正，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萨默斯当时真的帮“一带一路”开了一个门，结果他真的因为晕了金科宇，结果帮他爸爸金立群亚投行的行长。真的帮他开了这么多的门，难怪“一带一路”这么顺吗？对，“一带一路”整个要推动的话，其实美国的支持或美国的反对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所以他把它交给财政部长金立群去当。那这个重要的人物，其实他的女儿在里面对跟萨默斯的关系影响到非常大的是，那亚投行以后的募资会不会顺利？那如果华尔街跟世界的资金都支持他的话，是不是会推动的比较快？那如果这样，美国重要经济官员推动叫做什么？中美能够经济融合的话，那所以相关的海外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到，甚至还被人家踢爆。其实早在曾庆红派系的郭文贵就讲过，其实金立群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是什么？当然，这是郭文贵个人看法，他其实就是长期中共派在海外的客工，他一边是金融政策的推动者，一边是负责中国海外情报跟统战的工作，用金融的方面所以都负责这样的工作。结果金科宇的跟他父亲等于父女都联手，怎么样去影响到美国一个重要财经官员？所以亚投行的推动其实对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而金科宇研究的文章是什么？就是把中共去威胁化。什么叫中国去威胁化？就是中共明明已经在想要去对世界产生一些不好的动机的时候，他到处去跟人家宣传中国没有影响，那拿下了美国的财政部长，等于拿下世界经济的话语权哦。这件事情很重要哦，所以在论文的讨论中，其实这对父女之间不断的去影响到美国经济政策的形成，那对于整个中美之间的政策是不是产生重大的影响？国正，所以这次川普他也正拼了，你要什么档案，我全部都给你了，大家一起来。
所以等到这个案子爆发出来，才发现民主党那不堪一面，甚至对完全一个重要官员竟然被中国一对妇女给控制了，影响到中美之间亚投行的政策。结果现在往回看的时候，才发现川普跟马斯克可能演一场戏，什么样的戏呢？那时候马斯克故意对外说，川普在爱普斯坦的名单里面，那大家就很好奇啊，堂堂一个美国总统，竟然跟银媒有关系嘛？那川普那时候又回应说，名单上没有东西，那就是此地无银300秒，大家就会想要去追。川普你是干了什么事情？你是在名单里面也有一些像这么精彩的对话在里面嘛？所以那时候民主党就会开始说，这是攻击川普的好机会嘛，我们大家应该把这个拿出来攻击川普，看川普为什么不敢公布嘛？结果川普就说不然我们大家投票吧。如果国会大家，因为国会或许有些人跟这个也有关系，爱普斯坦有关系嘛，那大家投票嘛。结果你敢不敢投嘛？你拿出来就公布了，就公布嘛。结果川普就这一场戏演下去，他跟马斯克演的这场戏，说国会当然是一面倒嘛，因为民主党想怎样，我们来看戏嘛，我们看能不能借此把川普扳倒嘛。结果427比1票。那就把它公开了，结果公布之后，川普很开心的说：“你们竟然要求我公布了。”结果现在公布以后爆了这么大料，中国的间谍，可能中国特工竟然影响到美国的政界。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